婚姻不是女人的出路。父母着急把你推进婚姻，只是因为他们在精神贫瘠之下，想要迫切地转移自己承受的压力。他们不会考虑你的幸福，他们自己得到的幸福都很少。他们只会告诉你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女人为自己生孩子的意义就在于，孩子是你发自内心想要的，是你了解了生育的成本和责任之后的主动选择。孩子是你为自己而生的，而不是为了老公而生。快过年了，回到老家很有可能要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，比如催婚催育啊，让你回家考公啊。年轻人很有可能陷入个人自由和亲情孝道的两难选择当中。面对这样的困境和精神内耗，你需要一把精神武器，这个武器叫做基层女性。恨这本书的人呢，咬牙切齿，称其为毒鸡汤负能量；而认可它的人呢，把它视为精神能量，从中获得了勇气，迎来了重生。我分享几段文字给大家。其实很多父母并不是无私奉献，他们也是要索取的。他们要你听话，在填报志愿的时候、择业择偶的时候听他们的安排；他们要你早日成家，必须结婚生子；他们要的是面子，在外面有谈资；要的是你的陪伴，不能远走高飞，不能远嫁；要的是你在他们跟前对他们孝顺照顾；要的是你接受他们在你的生活中无孔不入、无处不在。其实大部分人终身都没有为自己活过，孩子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切。如果有一天让他们停止为孩子奉献，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如何生活，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哪里。很多父母的夫妻关系很差，就把所有的精神寄托都转嫁到了孩子身上，养育孩子的时候不肯放手，也不知道如何放手。当有一天父母意识到需要放手的时候，孩子可能已经被培养成了一个根本没有能力离开的巨婴，甚至有些孩子会成为只知道索取的白眼狼。希望父母能够认识到一个痛苦的事实：孩子成年之后，你做父母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，孩子渐渐不需要你了。你要做的是退出孩子的生活，与他像朋友一样相处，遵守朋友之间的界限。无界限的亲子关系到最后只会相互的控制、索取、伤害。大部分父母没有这个意识，无节制的侵犯孩子的生活，控制左右孩子的人生，打着为你好的名义侵害孩子。梳理一个典型中国女性的成长史，就会发现她身边的人、她所处的环境、她背后的文化，无不是把她往精神独立的反方向推。她一生下来，她的父母就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她是女孩，不用跟养男孩一样拼命给她买房买车。从降临到这个世界那一刻起，她的父母就给她设定了一个人设，她以后是要嫁出去的，是别人家的人，她是要结婚生子的。于是她成长的路上充斥着这样的声音：一个女孩读那么多书干嘛呀？以后嫁个好老公就行了。等她长大了，本应奋斗的年纪，有人会对她说：我养你啊，你负责貌美如花，我负责赚钱养家。这些声音都在积极地把她驯化成一个经济、生活、精神都无法独立的附属品。各种无形的大手在她20到30岁这10年成长的关键期，在她对未来迷茫无知的时候，左右她的思想，用一条看似轻松的道路婚姻诱惑她放弃独立探索自己生命的可能性，千方百计把她推进一条千百年来为女人遗留的唯一生活方式：结婚、生孩子、照顾家庭、奉献自己。父母着急把你推进婚姻，只是因为他们在精神贫瘠之下，想要迫切地转移自己承受的压力。他们不会考虑你的幸福，他们自己得到的幸福都很少。作为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样子的人，不知道婚姻质量为何物的人，他们只会告诉你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如果你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就要从源头上去抗争，对自己的生命负责，让自己变得强大。婚姻不是女人的出路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啊，很多人把恋爱、结婚、生育当成了洗剪吹一条龙来对待。恋爱、结婚、生育是3件完全不同的事，并不是你跟这个人恋爱了就一定要跟这个人结婚，跟这个人结婚了就必须跟这个人生孩子。你可以选择不婚不育，只谈恋爱，你也可以选择恋爱结婚但不生孩子。不想恋爱结婚，只想生孩子也是可以的。完全不想恋爱结婚生育也没有问题。这里面每一种选择都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。女人为自己生孩子的意义就在于，孩子是你发自内心想要的，是你了解了生育的成本和责任之后的主动选择。孩子是你为自己而生的，而不是为了老公而生。在人的一生当中，最重要的任务是爱自己，把自己变成一个值得爱的人。遇到了真爱，走进了婚姻，这是人生的奖赏。就算没有遇到，你也拥有自己这个爱人。婚姻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，爱和被爱才是。年轻的女孩啊，少看一点霸道总裁网文，停止幻想，因为你们是最容易被爱情的幌子蒙蔽的人。
当你处于物质贫困的状态时，遇到爱情的概率是很低的，极有可能遇到一个跟你同样物质精神贫瘠的人。那些真正精神富裕、有能力爱别人的人，也在寻找着同样一个精神富足、能产出和给予爱的人。所以，不论是男女，如果你向往爱情，最好的途径就先去爱自己，提升自己，构建自己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世界，并愿意把精神世界的盈余奉献给他人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有可能收获真正的爱情。就算遇不到爱情，你也是一个精神世界富足、有能力爱自己、能过好自己生活的人。我选读了很小一部分，其实这本书涉及面非常广，涵盖了婚姻、爱情、个人成长、发展、家庭等方方面面，可以说是精神断奶与觉醒的必读书之一。这本书已经卖出了几十万册，可见其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。回家过年了，除了带年货特产之外，不如带点精神粮食，把这本书送给亲人朋友，也送给自己。读完这本书，你会明白，人生是旷野，不是单行道，人只能为自己负责。做好课题分离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。